之前一直以为凌不疑会爱上程少商，是因为程少商的与众不同，他不惧怕搜车，并且积极配合，还指引着他们找出董舅父。程少商不但聪明胆子大，还一身正气，足以令凌不疑刮目相看。凌不疑一行人站在悬崖上的时候，亲眼看见李管父在门外叫骂，对程少商毫不客气，没有丝毫的尊敬。又看见程少商穿着粗鄙，可见这女公子并不受人待见。可他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慌乱，没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反而很有主意，应付自如，一开口就让李管父败下阵来。程少商软软糯糯的声音给凌不疑指出嫌疑犯的纤纤玉手，确实让凌不疑的心跳乱了拍。可这也只是产生了一些好感而已，让凌不疑真正心动的是董舅父无意间的一句话。凌不疑听了程少商的话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抓到了董舅父。董舅父被自家人出卖，肯定是气愤不已，又极力为自己辩脱，只能想办法往程少商身上泼泼脏水。程少商就那个死丫头，从小就缺爹少娘的，是个没人教的害人精，他懂什么清长理短？董舅父把程少商贬得一文不值，可这和凌不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他看到的是瘦弱的他，不但被家里的老奴欺负，还连自己的亲舅爷都冷言冷语相对，却依然善恶分明。从董舅父的口中可知，程少商从小没有爹娘陪伴在身边，也没有人教他规矩礼仪，这和凌不疑的身世很像。没有父母陪伴长大，其中的辛酸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懂。凌不疑虽然被皇上收为义子，可必定不是皇上的亲生儿子。小时候在宫里受尽了别人的冷眼，有己推人。凌不疑不难想象，程少商的成长过程和他一样辛苦，心里对他产生了怜爱，而这一份怜爱便是化作爱情的基石。凌不疑为什么会带着董舅爷去见程氏？难道仅仅是为了警告程氏吗？不是的，那是因为他担心程少商。都说狗仗人势，连一个老管家都敢欺负程少商，说明程少商在这个家的地位极低。今天程少商出卖了董舅爷，回到家可能就没有好果子吃了。为了避免程少商受到更多的惩罚，他必须去城府一趟。如果有人欺负程少商，他可以利用他的权威保他不受伤害。可恰好程氏已经回到府里，这说明程少商已经有了靠山，不需要他再劳心了，所以只是警告了一下程氏便走了。可程少商这个名字，程少商这个人，已经在凌不疑的心里占据了位置。距离产生美，误会孕育故事。凌不疑跟程少商的第一次相见是在灯会上，远远看着那个笑脸明媚的姑娘，两人隔着跑马灯互望。凌不疑觉得女孩在看自己，其实女孩在看灯。就是这样的一个误会，才有了后面的诸多故事，才有了凌不疑一点点放开自己的情感的闸门，从涓涓细流变成洪水滔天。凌不疑的长相自然不必说，肯定是京城里面最靓的仔，因为他老爹就是一个美男子，能让京城的女娘们朝思暮想的郎婿，模样肯定是标致的很。更关键的是，凌不疑也对自己的模样很有信心，一直活在女娘们的花痴中。多年以来，他对所有的女娘都没有兴趣而已。大家猜测凌不疑是一个不爱女人的男人。文帝还送了2个男宠给他，被凌不疑打了出来。通过这个测试，文帝才知道养子不是不喜欢女生，而是没有遇到动心的女生，就是这么简单粗暴。京城中的女娘没有1000也有几百，无论如何在种种场合中挤破头也要到凌不疑眼前露个脸的，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天选之人，能不能入了凌大人的眼，成为幸运儿。只可惜多年下来，女娘都一个个出嫁当了妈妈，凌不疑这里还是没有动静，跟任何女娘都没有发生过一点点绯闻。文帝都感叹，男孩女孩就那么一起站一站，就能传得满城风雨。凌不疑一点绯闻都没有，不是不爱，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。隔着花灯的一眼打动了这个深情的男人，可惜身上的责任太重，或是一族大仇未报，凌不疑不敢去招惹眼前的小女孩，于是动心变成了暗恋，变成了守护。凌不疑以为少商也对自己有情，所以才注视自己，自己动情了，就以为女孩也动情了。这样的情况很多，男人都是喜欢脑补的动物。凌不疑习以为常的以为自己只要多看一眼，京城的女娘就会倾心爱慕。只可惜对面的女孩虽然看过来了，但是看的都是花灯，研究的全是那个灯，根本没有去研究人，更没有把心思放在找男朋友上面。
最开始程少商一直在研究的都是民生物件，研究的是怎么能找一个安身立命的活计。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程家之后能不能活下去，根本没有动心思去研究嫁人的事情。动了心，那女孩就总浮现在心头，特别关注她的消息，想知道她的事情，所以才有了后面万里再见，凌不疑遇到被锤成猪头的程少商。多见一面，多了解一些，多相处一会儿。最开始的凌不疑可能也只是想要做到这么个地步，也没有打算把自己的心意讲出来的，毕竟他是存着跟凌家同归于尽的想法，爱却不能说出口，只能守护。凌不疑华县救美，又听闻心爱的姑娘竟然定亲了，黯然神伤之后，又打算成全她，帮她谋一个好未来，帮着楼瑶去策划外放的地方。虽然困惑于女孩的心思竟然如此善变，但依然为了她而暗暗努力付出。本以为的双向奔赴彻底变成了成全，凌不疑直到何昭君归来都没有表白。程少商自然也不知道凌不疑到底对自己什么心意，即便感觉到了一些情意，但是程少商可不会随便投入感情。他一开始是很谨慎小心的，毕竟自己也是朝不保夕，没有功夫花前月下。到这个阶段，凌不疑已经非常了解程少商了，从家世到为人处事，到性格、能力、爱好等等。可以说少商的父母都没有凌不疑了解他了，越是了解，就越是知道他需要什么，越知道怎么能帮他实现心中的愿望，也为后面表白定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凌不疑其实从一见钟情到接触了解，到摸清脾性，然后出手求亲，可以说步步为营。即便楼瑶有了一点点先发的优势，但是凌不疑还是没有彻底放弃的。后面原神也说过，知道楼瑶跟少商定亲后，他琢磨的就是怎么搞破坏，而他观察到的凌不疑也在琢磨搞破坏。喜欢一个人给他幸福的生活，这就是凌不疑想做的该做的事情，做不到的时候最懊悔的也是这个。